树莓派已经发展到4B 版本，具有千兆以太网接口、2个 USB 3.0接口和2个 USB 2.0接口，方便连接各种 USB 设备。采用 ARM 系列的 CPU， 内建的 RAM 可以达到8G， 支持 WiFi 与蓝牙，双 Micro HDMI 接口，用来连接标准的显示器。音频输出可以直接从树莓派引出，也可以从 HDMI 显示器引出，可以根据以后的设置进行选择。树莓派的中间还有摄像头接口，可以用来录像，无干扰观察外部环境。上面有40帧的接口，可以进一步拓展应用。树莓派一般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流行的 Python 为默认开发工具，操作系统烧录在 TF 卡上，插在 DSI 显示连接器下方的插槽中，采用 Type-C 供电，要求3A 以上的电量才能正常工作。TF 卡的圈10表示传输速度是10兆每秒，U1 也是表示传输速度是10兆每秒。一般来说，32GB 已经足够了。这是 U3， 即传输速度是每秒30兆，这样速度就更快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应该至少要达到 U1， 或者说10兆每秒。TF 卡可以直接插入 USB 读卡器中，也可插入 SD 卡套中，再插入计算机。这是树莓派的官方站点，这是树莓派之家，提供了好多应用场景，还有好多教程。这是树莓派操作系统印象网页。Raspberry Pi Image 可用来在线烧录操作系统。该软件提供 Windows、Mac 和 Ubuntu 3个版本，也可以在树莓派环境下直接通过 sudo apt install rpi image 命令来安装这个烧录工具。运行后的结果如图所示，需要选择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再选择存储介质 Storage， 就是 TF 卡所在的那个盘符，最后点击 Write 按钮，即可实现在线烧录。这要求很高的网速，建议采用手工安装。点击 See All Download Options， 选择最下面的这一款印象文件，包含桌面应用和推荐的软件。下载到桌面以后，通过 Win32 Disk Image 写入 TF 卡。以上3个链接我放在视频下面的说明中。将烧录好的 TF 卡插入树莓派，连接显示器、键盘、鼠标和网线，连接电源线，家电启动，系统初始化。需要设置 Country、Language、Time Zone、登录密码等内容。这些设置也可通过首选项 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 进行。对于 System 选项卡，这里可以修改用户的密码，这里用于修改 hostname， 只能采用小写字母、横杠与数字，不能使用下划线。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用户名为 Pi， 主机的名字是 RASP SSD 0。我这里的 Boot 选择 To Desktop，启动进入图形桌面。Auto Login 选择的是 Disable
也就是说需要认证方可进入系统。树莓派接口丰富，可以用于教学和科研。接口 interfaces 需要进行设置。Camera 为 enable 就可外接相机。SSH 为 enable 则可进行远程安全登录。VNC enable 即可远程图形化操作树莓派。Serial port 为 enable 可启用窗口，使得树莓派可以外接 GPS 或者北斗模块获取位置信息。相应的，其他接口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Localization 标签设置本地信息。Locale 用于设置语言、国家和字符集。Time zone 用来设置时区。Keyboard 用来设置键盘属性。Layout 一般选择 English、US。右击屏幕右上方的音频图标，可以选择使用树莓派 AV Jack 还是使用显示器 HDMI 的音频。设置完毕，注销 Reboot， 然后重新启动树莓派。从这里打开命令终端，输入 Pinout。可以发现，我的树莓派是4B 版本的，它的内存是8GB 的。再输入 ls CPU 命令，可以发现这是 ARM 系列的 CPU， 主频为1500兆赫兹。树莓派默认只有派用户，有些操作需要 root 权限。输入 sudo su 命令，再输入口令即可切换为 root。如果要返回派，输入 su 派即可。首次运行 su 可能会出现鉴定故障，那是因为没有设置 root 口令。可以使用如下命令。系统会提示设置 root 口令。树莓派的排针有40个引脚及物理引脚，如图中间所示，编号从1到40，左边为单数，右边为偶数，紧邻物理引脚左右为对应的功能名，只有知道其功能，才能加以利用。树莓派具有26个普通输入和输出引脚，在这26个引脚中，具有8个普通输入和输出引脚。这8个引脚既可以作为输入引脚，也可以作为输出引脚。除此之外，树莓派还有一个2线形式的 I-C， 一个4线形式的 SPI 和一个 UART 穿行接口。最边上的 Wiring Pi 编码包括一套 GPIO 控制命令。使用 GPIO 命令可以控制树莓派 GPIO 引脚。Wiring Pi 旁边的 BCM 编码也有相应的函数库。这么多引脚，这么多功能和编码，查阅起来比较麻烦。这里介绍一种调用 shell 命令的方式来查阅引脚功能与编码的方法。首先通过如下命令安装 Wiring Pi 库。然后就可以通过 GPIO read_all 命令读取所有引脚数据。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引脚2是5伏电源，引脚4也是5伏电源，引脚6是接口 D， 引脚8是穿行接口的发送端，引脚10是穿行接口的接收端。这样我们将 TXD 和 RxD 与 GPS 模块的 TXD 和 RxD 对接，再接上电源和 D， 就可以读取 GPS 的位置信息。
Python 是当前主流的开发工具，有丰富的第三方库函数，也是树莓派的默认开发工具。为了方便通过 import 导入自定义库，可以在这个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Python library Linux PTH， 在这个文件当中输入自定义函数库的路径，即可自动导入这个路径下的库函数。这些操作需要 root 权限，操作结束，使用 su-py 命令退回 py 用户。使用命令即可在线安装 C 语言开发工具 CodeBlocks， 进行 Linux 系统下的 C 语言软件开发。如果需要 Arduino， 通过如下命令安装。安装完成后，即可在主菜单编程下面发现我们安装的软件。将树莓派接口的 VNC 设置为 Enable， 树莓派就相当于一台 VNC 服务器，可以使用 VNC Viewer 客户机进行远程操作。打开 VNC Viewer 站点，可以下载 Windows、Mac、Linux、Raspberry Pi 的客户端。这里以 Windows 为例，安装后通过 File 主菜单或者客户区空白处右击选择 New Connection， 输入树莓派即 VNC Server 的网址，接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这样不需要显示器、键盘和鼠标，即可远程操作树莓派，非常方便。我这里的客户区已经建立了3个树莓派的连接。VNC Server 真听5900端口需要开放。希望我介绍的树莓派知识对你学习和熟悉 Linux 系统及其环境下的编程有所帮助。后续的视频还会介绍具体应用案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赞并转发。老马师徒经验分享，总有一款适合你。Over。